龚小姐，关于楚启儿的死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寨子都结了，还来找我们家小姐做什么？你究竟与谁合谋杀害了楚启儿？那儿撒在暗渠中的胭脂，是你给凶犯做的标识吗？那种胭脂没有添加明矾，在场只有你一个人有。你究竟与谁合谋？为何要杀害楚启儿？杀他也不是我的本意，是楚启儿他欺人太甚。起初，我与楚启儿一同竞争入画资格。那日训练结束，他说有事要与我商量。马上便要比试了，你要不要考虑退出，来给我伴奏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退出？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你家那老尚书都快致仕了，你还跟我摆什么小姐架子？平日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见了就恶心。我倒要看看你若是失了真，还怎么故作清纯，炫耀才艺？那件事之后，我终日躲在房中，以泪洗面。楚启儿要挟我，要将此事传遍京城，我怕极了，只好答应退出才艺比试，为他伴奏。可我心里也对他恨极了，求求上苍降罪于他，让他堕入无间地狱。世上坏人那么多，苍天哪管得过来呀？你是谁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你那么恨他，为什么不除掉他？苍天帮不了你，我可以。真的吗？他是谁？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他只是告诉我，比赛当日在暗渠口扔下胭脂引他过来。你被楚启儿欺凌，固然值得同情，但是彼时你与凶手同谋，致使楚启儿中毒身亡，一事共犯，你还是跟我去刑部自首吧。且慢！你先回去，不要与此人纠缠。蓝大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已经帮了我许多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楚启儿欺压梁山，草菅人命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蓝大人，我已经铸下大错，这几日我着实良心不安，夜不能寐，这才离开你府上，想回去与祖父道别，便去自首。你若不反抗，难道就任由他欺压？这才不是道理。可是我知道你很自责，但是你想想，老师一生清廉，德高望重，眼下即将再遇之事，因为楚启儿这样的人而染上污名，值得吗？况且老师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失去你，他如何了度余生？蓝大人，你一番义正辞严，敢说真的是为了龚尚书吗？案发后，你得知是龚小姐与凶犯同谋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
让人去取胭脂盒，所以暗渠冒出了火光。之后，你又处处阻挠我查案，还将宫小姐藏在府中。你怎么认定，都无济于事。玉珍不会认罪，你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你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，根本不配为官。该怎么当官，还轮不到你来论。像你这样的愣头青，即便登科，在官场上也活不过3天。还是回乡卖面去吧。至少我心中坦荡。大人呢？敢说心中无愧吗？蓝大人，宫尚书在书房等你。玉珍现在何处？老师不必忧心，学生已加派人手，全力护小姐周全。你这么做，是为了举荐的奏书吧？礼部尚书一职，学生志在必得，但我这么做，也是为玉珍着想。她虽是共犯，罪不至死，但是深牢大狱，流放边境，她一弱智女流，如何承受得起？玉珍前阵子茶饭不思，常常神情颓丧。我若过问一句，或许不至如此啊。老师不必自责，学生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只要您一句话，此物便可永远消失于人世间。当年令郎任幽州刺史，因揭露太傅与夫人双双殒命，只留玉珍孤身一人。倘若他们知道玉珍遭逢此事，在天之灵如何安息？老师，如今此事大可转圜。只要您退一步，不仅可以保证您的清誉，也可以让玉珍全身而退。言罪是非，并非君子所为。玉珍是我的孙女，她犯了错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愿陪她一同受过，即使遭世人唾骂，那也是我龚颂明该承受的。原来蝇营狗苟者，到头来为兰娟一人耳。细路蝉声茶，难关客思亲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玉心？兰兄，这是你父亲在狱中的明智之时。他若知爱子如今是此等模样，会是怎样的感想？你父亲在狱中于师明志，满腔忠愤溢于言表，
直至问斩，也未向任何人透露实情。您与家父既是知交，为何他从未向我提过？正因是知交，怕别人构陷结党营私。那这10年来，为何您从未向我提过半次？为何不告诉你，甚至不肯举荐你？都是受你父亲之托。我还有最后一个不情之请。兰兄，请讲。我呀，死不足惜，但是我放不下我儿兰泉。兰兄，你放心，我定当悉心照料，将他视如己出。他是罪臣孽子，收留他会与你不离，只求宗明兄能暗中相助，留他活命。兰兄，请起。记得让他永不入室。20年前的那天，难道救下我的那个人是你？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叛贼问是谁？飞猪集市狗。叛贼在何处？悬挂集市口。叛贼问是谁？我爹不是卖国贼，他们冤枉的。咋了？他们冤枉的。爹就是叛贼。他们冤枉的。住手！切莫再提为父申冤之事，好生活下去。我的本意是让你忘记过去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你帮我看家护院，我给你付点工钱，可比你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得多呀。如何？夜里灯烛管够吗？行，管够。好。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。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。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
走吧。而你又才华出众，竟然排除万难，高中3甲。我知道，你费尽心思要当礼部尚书，就是要去南洞，替你父亲洗冤。这些年在礼部，我一直对你冷眼相待。我就是怕你升得太快，会为你父亲陷入险境。你父亲的嘱托，我一件也没有完成。他让你活着，我却要你活成今天的模样。他让你不要入仕，可我却眼看着你在庙堂的漩涡里苦苦挣扎，竟逼得你违背本心，误入歧途。兰兄，宋明有负你的嘱托，我再也不能护着你的血脉了。今后的路，让他自己走吧。大人，于真是抓是留，都由老师决定。我这里到此为止。那礼部尚书之事，另求他法吧。徐东，你记得把于真送回公府。是。蓝大人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小姐失踪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姐收到一封信，说是要约她谈命案的事。我说别理会，小姐非要去。说是可借此让真相大白，便和我偷偷去河边僻静处赴约。那人不让奴婢上前，奴婢便在远处等待。可是我等了许久，又听到小姐呼喊起来，我过去一看，人就不见了。糟了！事情的经过便是这样。你还把我当兄弟吗？要不是龚玉珍被劫走，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？这种脏事儿，我一个人沾手便足矣。可惜我这般不择手段，却将真正爱我护我之人伤得最深。好了，为今之计，先抓到凶手再说。放我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张平，张平，王大人，不能进！
孙神医的死状你们听说了吗？和楚启儿一模一样。孙神医，怎么回事？宝善坛孙神医前几日离奇身亡，死状也是浑身僵硬，皮肤灰白，有皲裂的痕迹。看来凶手想杀的不止楚启儿一人，可蓝大人却为一己私利耽误了查案。人又不是佩芝杀的，他也想找到真凶不是？要不是他护着龚玉珍，误导查案方向，真凶也许早就落网了。张平，之前欺瞒你、误导你，确实都是我的错。但是玉珍已经被凶犯劫走，眼下生死未卜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尽早可以破案。是啊，就当你之前都查对了，咱们俩继续比试。但凶犯连杀2人，或许还会向更多人下手。为了避免再有人受害，我希望和大人一起把案子尽快查清楚。此毒极其诡异，要想抓住凶手，还要从毒本身查起。楚启儿和孙神医的遗物都在这儿了。既然是中毒而亡，这里或许有蛛丝马迹。我不需要蓝大人的帮忙。张平，佩芝是为了你行方便，你还埋怨上他了？蓝大人行得方便，屡屡使我误入歧途，我不如不要这方便。这不是孙神医还未写完的那部辩证集吗？这一篇虚有问题。落款盖章讲究的是上扬下阴，扬为姓名，阴为字号，且中间要空出1章大小，但这2章都是阴章，还紧挨着。这印章上残留着一层红色粉末，这不会有毒吧？果然有毒。凶手将其覆盖在印泥上，下手极其隐蔽，不致引起孙神医警惕。盖2个印章，是为了让印泥的面积更大，藏下更多的毒粉。翻动树叶时，毒粉被打散飞出，孙神医因而中毒身亡。没错。搜山觅海，博采万物，善变之用，医者之人。花开现世，得见因果。这凶犯做事还做全套啊！序都替孙神医写好了，但是这最后一句的含义，似乎又与前2句对不上。难道凶手想暗示什么？花开现世，这个莲花我查过了，没毒。我听现场人说，楚启儿跳舞的过程中，这个花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开，然后楚启儿便僵硬暴毙。毒药是红色的，既然可以藏在印泥中，也很可能藏在这红色花蕊里。毒从花蕊中散出，楚启儿吸入，中毒身亡。这应该就是花开现世，得见因果的意思。这凶手还跟咱们玩猜谜呢。拿支笔。好像是“阴极贴”3个字。你方才拿的这本古籍是古墨国的风物志，这里有一些志怪故事。我对墨国的文化有些涉猎，若你拿了太多的古籍，来不及看，或许我可以替你分担一些。
那这本你先看吧。怎么有线索？是不是有线索？这里记载了阴极天的传说，称在古墨国建国时，阴极天派出麾下6位圣贤下界，共同教化世人。6圣贤分别是医圣翁乌勒，为神鸟所化，可解世人病恶痛苦；5圣阿那日，舞姿曼妙，教人以舞蹈传递情谊；智慧之圣木日根，有4头8匹，传授世人智慧；农桑之圣赞桑，为蚕所化，教会人们农桑纺织；典狱之圣乌有，头戴树冠，审判世间罪恶；还有乐圣罗纳金，擅长各种乐器，为世间带来福音。怎么听着奇形怪状的？等等，前2个有蹊跷。一个能解救世人病恶痛苦，孙神医就是当今治病救人的高手；一个舞姿曼妙，楚启儿在武者中就是翘楚。你是认为凶犯是按照6圣贤的特征在下手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下一位圣贤是谁？木日根。传说他有大智慧，与常人长相不同。他有4个头，而且长相一模一样。4个头，一模一样。这无名阁，无名阁的封家4贤是京城最负盛名的才子，而且他们是4胞胎。4胞胎。先生。先生，近日阁内有幅画轴被人损坏，先生们都在闭关修补，都没有出来过，怎么会出事啊？速去刑部报案。是。王大人搜捕未归，只能让仵作先来验尸了。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怎么会如此巧合？封家兄弟临死前修补的画卷，竟是6圣贤的传说。应该是凶手有意为之。看来这次他是把红色毒药藏在了颜料里。这里只有3具无头无臂的尸体，为何少了3个头颅、6条手臂和1具完整的尸体？一个身躯4头8臂，现场丢失的残肢正好可以拼成木日根的造型。孙神医中毒时正在检查草药种子，身体便被钉成这个姿态。楚琪儿在中毒的时候也被钉身为舞蹈的姿态。难道凶犯用毒杀人定身，是要用尸体造出6圣贤的形象？这么说，凶手也需要孙神医和楚琪儿的尸体。用真人造像，真是闻所未闻。那这惊堂木和这绸缎，
为何被放在这里？凶手或许是故意留下剩下2个受害者的身份线索。大人，尸体验完了。大人，3名死者的死状和楚小姐一样，是中的同一种毒。那3具尸体为什么只有少量的血？死者均是先被放干了血，再被砍去头颅和手臂。那血都去哪儿了？阁内并未留下血迹，而且还有一处蹊跷，3具尸体上均有跳蚤的咬痕。跳蚤？这封家4贤出身名门望族，这无名阁也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怎么会有跳蚤？跳蚤喜在阴暗潮湿处活动，不会无故出现在这儿。无名阁守备森严，封家4贤一直在这里闭关作画。凶手是怎么进来投毒的？又是怎么将尸体和残肢给运走的？应该还有其他通道。什么声音？好大的血腥味儿！竟然在柜子里挖了个密道。快去通知你家王大人。是。竟然还挖通了暗渠，又是暗渠，看来凶犯都是通过暗渠活动，他应该没走多远。有拖拽的痕迹，刚才那声音应该是拖拽中午发出来的。向左去了。水流把痕迹都冲走了，前面又有岔路，只怕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追了。关水闸，等水退了，凶手就会留下当时走路的足迹。石东，我们先往前追，你去关水闸。大人多加小心，我速去速回。嗯。水位下降了，他会留下痕迹的。
凶犯一定就在不远处。那儿有个洞口，进去看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像是个囚室。有关。关的是病人。这不是药房，这是毒房。什么声音？这是天雷！小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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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不安全，快起来！毒死了！别费劲了。谁？我是鬼，暗区里不见天日的幽魂。故弄玄虚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你们看这交错的水道，像不像京城的经脉？京城若是人，这儿便就是他经脉中的一块毒疮暗流。你到底在这干了什么？到这儿来的人都领教过毒入骨髓的滋味，一命呜呼了。你把他们都害死了？无知，生死本来就是人的两面，只有尝到死的滋味，才知生为何物。你杀孙神医和楚启儿，用意何在？你这么聪明，我不推论推论。龚玉珍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他是我的乐圣罗纳金，还没到他降世的时候。不许伤他！知道为什么这儿如此隐蔽吗？因为进来的人就是死路一条，里面的人只有死了才能出去。
你受伤了。这里阴暗污秽，容易感染，还是赶紧包扎一下吧。张平，我知道你心中对我还有怨气，但眼下我们受困于此，生死难料。我愿与你同心协力，相互。有办法了！凶手是按照6圣降世的顺序杀人，乐圣是最后降世的，所以凶手才说还没到宫小姐死的时候。只要我们在他动手之前找到另外2个人，我们就有机会截住他。对牛弹琴。我刚在想案子，但蓝大人的话我听见了。您刚刚救了我，我该向您道谢。谢过蓝大人。但宫小姐的事情，您的确做错了。无论您有什么理由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你这份赤子之心也是弥足珍贵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剩余的2人，那2人会是谁？还没答案。按照他之前挑人的标准，应该这2人也是各自领域的翘楚。等等，你还记得6圣画像上的锦缎吗？当时我背脊深想，如今回忆起来，那便是云长坊的赤霞鎏金缎。此缎是用金箔和丝线编在一起，也被列为贡品，只有云长坊的吴娘子会吃。果真如此的话，他选择的农桑之圣赞桑，极可能便是吴娘子。那惊堂木呢？上面有大理寺的印记，典狱之圣乌有，就是大理寺景陶大人。不好，接下来他要下手的就是这2位。我们得赶紧出去，多耽误一刻，他们就多一分凶险。也不知道旭东和莫文何时能找到我们。您不觉得奇怪吗？凶手从开始行凶到现在，经常留下线索，好像和我们玩游戏一样。刚刚他说那些故弄玄虚的话，也许也藏了谜题。生死不过人2面，只有尝到死的滋味，才知道生为何物。会不会凶手想说的是，万物相生相克，生死相依？既然入口是生门，必有死门与之对应。外面的人进来就是死，里面的人只有死了，才能活着出去。这里是焚尸炉，焚尸炉就是死门。蓝大人，严道就是出口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来人啊！救我们！我们在这儿。是张平，你们在哪儿？是徐东。来人！张平，他们在下面，快！先来。大人，裴之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先别管这个了，吴娘子跟陶思清有危险。时间紧迫，你我兵分2路，我去找吴娘子。好，我去救陶思清。走，走。一念错，便觉百行皆非；一念错，万善全，使得一生无愧。万善全，使得一生无愧。
不得上肉，不可！没有反门废除。没赌。干什么？这是何意啊？陶司卿，恐有凶犯要置你于死地，还请您去京师暂避吧。这怎么是好啊？本官终日钻研这春风化雨教化犯人之策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杀我呢？我原本觉得吧，即便再十恶不赦之人，也定然良心未泯。只要他们多看看春杜鹃、秋霜菊，多听听落雨声、鸟雀鸣，就一定能净化心灵、洗心革面。可他们真是辜负了我的良苦用心呐！陶司卿，盯上您的是杀害楚启儿跟孙神医的凶手。他们怎么还盯上我了呢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但凶犯的手段诡谲，下毒于无形，您还是先去静处暂避吧。其他话也无睹。卑职。吴娘子死了。圣人之仇，竟有此等嗜血凶暴之人！陶司卿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你这大理寺的布防，王侍郎，既来了，就千万别拿自己当外人，想在哪里布防都可，一切以抓住凶犯为先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要谋害我你？马叔，马叔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啊，帮叔念封信啊。我这儿子在南方戍边，叔也不认识其他识字的人，这不就来找你了吗？行。子义在拜稳中，爹近来可安好？儿在军中衣食不缺，爹无需再寄钱来。眼看立夏将至，爹视丝布贵贱，可裁一身新衣，好为夏意。爹即便一人过节，也不可草草，一定要吃五色饭，讨个好彩头。儿身在军中，日日盼归期。子义。长大喽，孩子长大了。如果以后再有信的话，您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我帮您读。叔就不麻烦你了。哎，我听别人说你和那个刑部的王侍郎查楚家大姑娘的案子。是，可惜凶手还是没抓着。叔突然想起来了，楚家大姑娘这个死法，很像子义跟我讲过的一个南方的传说。您说说。在南方的秘境中住着一个神秘的部族，这个部族呢，他与世隔绝，常年呢隐居在深山老林之中。他们会一种本领，能够夺人魂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本领，他们触犯了禁忌呀，一夜之间遭到了天谴。据说当晚呐，只听轰隆闷响，天空瞬间亮如白昼，村落上空大片血雾弥漫，遮天蔽月，整族的人原地僵立而死，浑身呐开裂呀，
像是被抽走了魂魄似的。各地州县的大案要案都会送到大理寺来复查。如果真有奇事，一定可以在大理寺大安都库找到记载卷宗。20年前，正是圣上登基、改元永宣的时候。岭南道岳长县摩罗村卷宗，就是这个。永宣元年7月，岭南道摩罗村发生命案，全村无一幸免，俱僵硬而亡。彼时血雾笼罩，不辨天日。深红之故，栈道被毁，修复耗时数月有余。经查实，乃因修习邪术，天降血雾，天谴而亡。经复审无异议，结案。世上怎会真有天谴一说？听起来，摩罗村人也像中了红色毒粉。当年从京城到摩罗村需要多久？你先回去吧。你去哪儿？不关你的事。你是不是发现线索了？我或许帮得上忙。你不是想知道从京城到摩罗村要多久吗？那片地形复杂，行进速度不同，很难算得清。我可以帮你。湖泊行船需走5日，穿过丛林需走7日，沼泽难行需走20日。如果预图准确的话，应该是在90日左右，比官道多出了1个月的行程。张平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佩芝有话要说。与此案有关系的事，我都应该知道。不关你的事儿。为何与我无关？若两案有关系的话，查清此案，也有助于抓住凶手啊。张平，这是我的私事。你不是担心陶瓷匠吗？大理寺正好无人坐镇，你赶紧回去看看。不是，宋哥。这摩罗村就在古一道上。我父亲是永宣元年4月初立的家。当时路遇山洪，栈道被毁，父亲曾来过一封家书，说要绕道而行，要走3个月才到。3个月的话，正好是7月初，那村子不就是7月初出的事吗？他是10月初返京遭问罪，细算时日，正是在这个村子附近折返，路上耗费3个月，时间刚好对得上。那这就对了，佩芝，你不觉得这2件事儿又过于巧合了吗？你爹刚一到那儿，村子就出事儿了。当年的事儿确实蹊跷得很。我回想父亲临行前说的话，总觉得南境之行虽有凶险，但他也并非要行悖逆之事。为父要去趟南境，倘若顺利，2月左右；倘若不顺，恐怕还要多些时日。不顺，可以危险，能不能不去啊？曾子为子相曰：“子好勇乎？吾常闻大勇于夫子矣。”那什么是他说的大勇呢？虽千万人，吾往也。所以为父不怕，只是不想让他人代为父冒这个风险。父亲把这个香囊随身带着，就当觉儿陪在父亲身边了。
等我再见到父亲，便是在断头台上。虽世人都说我父亲通体叛国，但是我知道，即便是以死相挟，他也不会做出不忠不义之事。我知道。若此案的凶犯与摩罗村一案有关，那抓住他，或许就可以解开我父亲受冤的谜团。那为什么不把事情告诉张平呢？他条理清晰，又懂镜花水月，或许真的可以帮到你。当年南征军惨败，数万人战死沙场，这是朝廷不愿提起的旧事。我父亲亲口承认通敌叛国，这其中的蹊跷之处，朝廷却不深究，而是急于盖棺定论。讳莫如深，可见一斑。若想重查此案，那便是要打朝廷的脸面。被这个愣头青知道，不出2天，就要闹出更大的事儿。小柯，小柯，小柯，上个茅厕怎么这么久？你没事吧？要不我进去看一眼？今天怕是吃了什么不是的东西。张平性格耿直，从未受过官场的洗练，故能守住本心，这一点难能可贵。但也恰恰因此，他不知其中水有多深，做事情总是会失了分寸。我担心他过刚一折。佩芝，此事就交给我了，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解开你爹受冤的谜团。咱们都在大理寺蹲了这么久了，凶手怎么还没动静？你也值了一宿夜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大清早的，街上还一个人没有呢，这个人在干什么？属下连夜探查，发现除了吴娘子和封家四贤外，孙神医和楚启儿的遗体也被人盗走了。那暗渠下的洞穴也崩塌了。这边情况怎么样了？禀大人，值守的兄弟分为3队，每个时辰2队轮流交替，剩下1队则在大理寺中继续搜查，并没有发现血物毒药。陶大人如厕2次，宵夜2次，其他并无异常。不可松懈，继续严加看守。是。虽说没什么线索，但若一直待在大理寺等凶犯上门，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大人，方才我跟张平轮着结束离开，在路上遇到一个哑巴2皮匠，拉着一板车尸体，比划着示意自己拉不动，非跟我们纠缠不清，想让我们帮忙。此人看着有点怪，张平看他的眼神也有点怪。后来，张平就过去帮忙，我也想过去帮把手。嘿，他却讥讽了我一通。你们连胡椒粉都觉得刺鼻，更别说恶臭的尸首了。什么意思？谁嫌过胡椒粉刺鼻了？他还说什么了？一会儿蓝大人不是要过来吗？你就在这儿好好等你家大人吧。还有，我回家顺路，你回兰府又不顺路。不对，张平家在小耗子巷，要往东南方向走，去玉庄要往西走，怎么可能顺路？这一定是他在给我们暗示。史潇带1队人留守，其他人跟我去玉庄。是。